释怀，不能风光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却是好牌？不用被一再不自在试探，就算不算好，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我不来，让我珍重消化。怎样才叫十分精彩？不必空等待，放不开，那应不应该？有朝一日自然会明白。也许痛快，也许后来。叶璇，叶璇，快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叶璇，叶璇。哎，那不是昨晚的女朋友吗？罗先生，我的女朋友，罗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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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跑！上车追！怎么样，值得庆祝吧？你还好说呢，因为我不知道，今天故意安排了这家庭聚会，让我跟儿子和解。难道你不喜欢吗？我费了很多功夫的啊。谢谢你。想当年我追求你的时候啊，都不用费这么多力气。现在啊，为了讨好你儿子啊，喂，我会吃醋的。不是吧？连儿子的醋你也要吃啊？你想看着我跟儿子一直合不来吗？跟你开玩笑的。喂，这么晚打给谁啊？要吵我？哎呀，下去喝糖水啦。现在报告特别新闻：今晚开幕的流动赌场被人蓄意破坏，歹徒在赌场里面放置了一枚土制炸弹，结果导致一名女子眼部受伤。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迅速逮捕了一名16岁的嫌犯。流动赌场的负责人罗神峰表示，并不清楚歹徒破坏赌场的动机。这姓罗的真的是报应，老天有眼，让他的流动赌场开不成。没事，不要乱说话。是啊，你这么说的话，人家会误会是我们做的呢。怕什么？这里都是自己人。我还想说，为什么炸弹不炸死那个姓罗的？你不要越描越黑，这些话千万不要在外面说。知道了，炸弹又不是我们放的，你们怕什么呢？姓罗的被报复不出奇，只是奇怪是谁派一个16岁的小孩子去放炸弹。阿飞，我看我们还是派人去查一下，到底是谁跟罗神峰过意不去呢？放心吧，我会的。爸妈，不是吧？姓罗的分明跟我们对立，你们为什么还要帮他查？现在整个珊瑚岛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严家跟罗生峰有过节，他的赌场被炸，我们的嫌疑最大。是啊，虽然我们是清白的，但是为了不要让人家误会，我们还是要先发制人，喜多写明。
现在没有生命危险，但爆炸时化学药品戳伤了病人的眼角膜，也损坏部分的视神经。情况不至于那么糟吧？眼角膜坏了可以换，但是视神经受损了，你有心理准备，他可能会失明。 为什么这么痛的？看不见东西。变神经了啊？艾米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为什么我看不见东西了？我是不是瞎了？这医生好不好？医生呢？医生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很好。叶雪，你冷静一点。好奇呢？好奇在哪里？我要找好奇呀！好奇在哪里呀？你别担心，我会帮你找到他的。啊！到底是谁阻止你的？快说，谁是你同党？啊，还蛮嘴硬的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没人指使我，罗生峰骚扰我姐姐，我才放炸弹的。臭小子！你们就算打死我，我还是这句话。到底说不说？还嘴硬？哎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你到底说不说？你们怎么可以用这样粗暴的方式来对付一个小孩？报告专员，他16岁了，而且有犯罪的记录，曾经在网上。你以为在演戏，严刑逼供是吗？还不出去！是。我一定要向你们的上司投诉，说你们滥用私刑。对不起，专员。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，你是绝对有权利投诉他们的。你真的认为有人要追求你姐姐，就去那边放炸弹吗？事实就是这样。你实在太傻了。你知道你这样做已经害了你姐姐了。我姐姐伤了怎样？她的双目可能永远失明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骗我的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等着坐牢吧。哎呀，可惜啊，你现在才16岁，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？你的姐姐现在眼睛都赔上了，难道你还不内疚？那，你现在把所有的罪行都给吃了，指使你的人，他就能够逍遥快活。也许他现在还在背后笑你是个傻瓜。那，如果你肯说的话，我让警方把你转为污点证人，这样就能够减轻你的罪行。你不用再问了，没人指使我的。我是真心想要帮你的。你可能现在想不起谁是指使人，不过你想清楚了之后再来找我。他妈的，一颗炸弹全都完了，以后还有谁敢来我的流动赌场？针对这件事情，我深表遗憾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起诉那个江浩奇的。凭他一个人的胆子，他还不敢这么做。你该不会是为了讨好叶雪而替他的弟弟洗脱罪名吧？随你怎么说，我认为是有人背后指使他的。那你怀疑谁呀？我在珊瑚岛好像只有一个仇家。你是在暗示严飞？赌庄开幕的时候，严飞曾经亲自来搞局。这次又有炸弹事件，好像有人存心不让我在珊瑚岛做生意。既然你那么说，我就公事公办了。你来干什么？玉雪刚才睡着，你不要来吵醒她。我找他关你什么事啊？喂，是他叫我不要陌生人，尤其他讨厌的人进去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找他有重要的事商量，如果耽误的话，你负责。我当然负责，所以不让你这种无聊的人去妨碍他休息。好啊，我本来找月雪要商量跟警方说的话，以便对他弟弟有利。你们既然都不领情，算了。
喂，等一等，你最好是真的肯帮叶雪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。你要拨电话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代码。你怎么进来了呢？你拨错了，妍飞的电话还差一个号码，要我帮你拨吗？把手机还给我啊！好，你别生气，小心影响眼睛。你要喝水吗？我帮你倒。不用了。我真的那么令你讨厌吗？你别忘了，是谁拼了命把你从爆炸现场救出来的？谢谢你了，救了我。其实我今天来的目的不是要你感激我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虽然你弟弟曾经叫严欣和我作对，但是我会保密，不告诉警方。好奇和你有过节吗？其实我也不想告诉你的，可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也没办法。以免警方在盘问你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的口供不一样，反而会对他不利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还要帮好奇？因为我怀疑你弟弟是被人利用的。你有没有怀疑谁可能是幕后主使呢？没关系，如果你想到的话，最好尽快告诉警方，不然就算我没做出对你弟弟不利的供词，他还是会被起诉的。我明白的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你帮我解决我赌场的炸弹，害了自己，所以以后我就算花多少钱，我一定会把你医好的。你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我还有很多朋友，他们也一定会帮我的。我很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麻烦你出去的时候帮我叫丁伟进来。啊，你为什么拿我的手机呀？我已经把我的手机号码输入你电话，以后你只要按1号，你随时可以找到我。放心，我没把它给吞了。丁伟，什么？我要见严先生啊！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说啊！打电话就行了。不行的，要当面跟他说的。好，我去找他。休息。哦。我知道了，他到底查过什么户口？你尽快 email 给我。谢谢你。哎，居然给自己的亲生弟弟炸伤自己，真的是报应。你在说谁啊？江夜雪啊。他怎么了？你什么无精打采的？不是做了亏心事吧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姐姐在查我的账。我姐姐是赌场的董事，查账很稀奇吗？别告诉我你亏空公款。不是我吃钱，是人家送钱给我。你疯了吗？你居然收贿赂！我也不想的啊，可是那些人偷偷把钱放进我的户口，我已经退回去几次了，可是他们还在继续放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贪钱还找借口？我也是个人啊，谁会嫌钱多？你到底收了多少钱？大概200-300万吧。你要这样多钱干什么？这么大笔钱，姐姐一定会查得到的。我也是希望让你们两母女过好日子，才一时糊涂的。我知道错了，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，在姐姐面前帮我说多几句好话。我不说啊，那么丢脸的事你自己说吧。你也知道受贿赂是犯法的，你忍心看着我去坐牢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为赌场拼命，到最后连飞哥的徒弟都不如，连住的房子也都要寄人篱下，你能够怪我心里不平衡吗？你别埋怨了，我根本不是龙家的人，姐姐念在姐妹情，让我们住在这里，
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成是外人，你就别多心了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他查美瑶跟有康好了，他为什么连我都查呢？他也美瑶跟有康也查。本来我是不想说的，看来不说不行。其实他也在查你的户口，你说他还当你是自己人吗？黄少爷，严先生，你好，严太太，请坐。我是为了罗神峰的流动赌场被炸的事情而来的。这个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没想到，开赌场的专利权不归延飞县所有了之后，就发生那么多的意外，令珊瑚岛不得安宁。黄专员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收到投诉，有人怀疑这起爆炸事件是严家的人所为。我想投诉人应该是罗神峰吧。严太太，你果然料事如神。不过这也难怪罗先生他投诉。严太太，你曾经展开封杀行动，封杀他开赌场。现在他的流动赌场开幕，又发生爆炸事件，很自然的，他会怀疑这是严家人所为。我承认曾经跟罗神峰抢过地皮，但是公开镜头，谈不上是什么封杀行动啊。黄专员，这根本是两回事啊！请两位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们二位而来的。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，司徒市长亲自打电话给我，他非常的失望，他要我马上查出到底是谁破坏了整个珊瑚岛的赌业安宁。那专员也不要因为是市长的压力而随便诬赖我们严家的人啊。严太太，在珊瑚岛上，有谁不知道罗神峰跟你们二位有很大的过节？但是我们严家绝对不会做这种卑鄙的事。据我所知，你们的新徒弟丁伟就跟罗神峰有很大的过节，还有令公子也被罗神峰侮辱过。你没有真凭实据，就要被我胡乱猜测。那你能不能保证严家的人跟这件事无关呢？如果让我查出跟严家有关系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偏袒的。够爽快！凭严太太你这句话，我回去有的交代了。我看我得走了。谢谢二位的合作。希望你们有什么线索的话，第一时间就联络我。相信二位都明白，隐瞒警方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的。不送了，黄专员。再见。他根本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幸好不知道小新是好奇的朋友，不然会有更多话说了。阿飞，你说小新会不会？不会的，小新绝对不会这么大胆的。我也希望不会。喂，文心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回来。我已经说了他保证再也不会犯。学明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中严重。我查到他贿赂，不是100万，而是好几百万。岂有此理！他居然敢骗我！我就要进来讲清楚。文心，冷静点。就算你现在把他找来，他会说真话吗？学明这笔钱不只是收回用而已。这几年我们赌场增添电脑系统，花上只不过2、3千万，谁会那么大手笔给他几百万呢？但是他承认，他收贿赂的这一笔钱拿去炒股票，会不会是他赚来的？那你知不知道这几年炒股票都亏损吗？亏损数额高达800万。上次让我们输掉专利权的人，我们怀疑是鲍比。那鲍比是谁的手下？你应该比我清楚。而且我也查到，许明曾经把一大笔钱存进鲍比的户口，而在我们查鲍比的时候，他还想给被人家杀死了。这令我不能不怀疑雪明，所以才会查他。你怀疑学明跟鲍比勾结，被人收买？我不敢肯定，但是他的嫌疑最大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不止查他，你是我妹妹，我一样查。这我明白，但是如果你让我相信学明他是内奸，我真的不相信，因为他是个人，贪钱他就干，但是杀人那么大件事，
他是不敢的。其实这些年学明变化真的很大，有些事情可能也不知道。什么？学明在瑞士银行有个秘密户口，存款我们查不到，但数目应该不小。他哪里弄来那么多钱呢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冷静点，文心。等我们查到更多证据再说吧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查到的。是谁呀？叶雪，是我。叶先生。你别起来，你躺着吧。你觉得怎么样了？这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？是啊。对了，你跟丁伟说有重要事情找我，到底什么事啊？我怀疑好奇放炸弹的事跟小新有关呢。你说什么？我昨晚回到家，看见他们神神秘秘的出门，后来在好奇的房间发现制造炸弹的工具和资料。等我追出去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小新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也只是怀疑而已，未必是对的。叶先生，你快点回去找小新吧。如果他有份做炸弹，实在对不起你了。你不用为我担心，你快点回去找他吧。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。你先歇着吧，啊。我走了。叶先生，罗晨峰说过，他要把幕后的主使人抓出来。我相信他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向你报复，你要小心啊。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炸弹的事件是不是你有份的？爸，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炸弹不是好奇放了吗？给我站住！昨天晚上我叫你去度假屋，为什么你迟到？迟到就有份放炸弹吗？我到医院见过叶雪，她说发现你跟好奇在家里做炸弹。你别听他乱说了！你还敢撒谎？是不是要等到警方上门来抓你，你才承认？罗生凤已经发出风声，一定要报复幕后主使人。你知不知道事情严重性啊？我不过是想放个假炸弹去吓他罢了。小心，你真的有份啊！爸，是浩奇主动出来帮我收证蛋蛋的，他还告诉我不要跟他到现场放炸弹，害怕我会太引人注意。哎，你真的不知死活啊！爸，你放心，浩奇答应过我不会把我供出来的。哎，你自己做错事，还要人家帮你承担，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懂事啊？刚刚逼我砍手，现在跑去闯祸。如果你妈妈知道这件事，你知不知道她有多伤心吗？我不过是想出口气罢了。爸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现在知错有什么用啊？放炸弹要坐牢的。爸，我知道浩奇很讲义气的，他一定不会把我供出来的。你以为警察是笨的？他不会严刑逼供吗？再说，这一切你忍心让浩奇去承担吗？你心里好受啊！我都说过了，是浩奇自作主张要放炸弹的。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这件事你自己跟警察说好了。爸，我不能坐牢的，我不想像妈以前一样失去自由，你一定要救我。你说什么？你做错了事，还想一走了之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爸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爸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当真妈妈坐牢，你为了让她得到自由，千方百计救她出来。现在，
现在你却狠心的推我去坐牢受苦。妈妈是你至亲，难道我就不是吗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？你自己做错事，还敢这么大声跟我说话？好，既然你不爱我，我也不求你了。要上哪里？我还能上哪里？靠自己能力离开珊瑚岛啊！爸，我不要老，不要说老，爸，爸，我不能坐牢啊！爸，干净！喂，美瑶。进来。严先生，你找我有事吗？严先生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帮你去叫医生吧。不用了，坐下来。美瑶，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安排小新离开珊瑚岛。小新是不是要去澳洲念书啊？炸弹那件事是他跟浩熙做的。什么？他怎么会这么大胆呢？这是要坐牢的。警方迟早会查出他是有份参与，所以我要你带他离开这里。你也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。我明白，小新他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换成是我，我也不忍心让他去坐牢受苦的。不过我实在很担心他，你要替我找一个可靠的人照顾他。严先生，你把小新交给我吧，你不需要找别人了。如果你跟他一起走，就变成你是同谋。我一向把你当作亲生女儿看待，我真的不忍心。你都说我是你女儿了，那小新就是我弟弟，是他带我进这个家的，他有事我怎么可以不管呢？除非你不相信我能力照顾小新，否则你不需要考虑了，就当做是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吧。这件事我会马上去办的。美瑶，警方不知道这件事。我明白，我不会让他伤心的。你还是坚持没有人阻死你的？没有。现在警方怀疑有一个人是主谋。警方怀疑谁？你姐姐。你们无凭无据，怎么可以乱乱冤枉人呢？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无凭无据？如果你姐姐没有份的话，为什么她会忽然间出现在现场？因为她想放炸弹报复罗生峰。不是的，你们不要冤枉好人，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放炸弹的。你撒谎！真的不关他的事，是我一个人做的。你不要以为你不满18岁顶罪就能够替你姐姐起脱罪名，我们还是可以用其他证据让你姐姐罪名成立的。你们怎么可以诬告他呢？你姐姐根本就是有放炸弹的嫌疑，怎么可以说诬告？真的不关他的事，真的不关他的事的，不关他的事。如果你想救你姐姐的话，就应该说出比你姐姐更有可能放炸弹的人。其实我们没有主谋，要是有的话，也是我。那就是同谋了。他是谁？是严欣。即刻封锁所有的关卡，逮捕严欣归案。小心，记得信用卡要到和珊瑚岛没有邦交的地方才可以用，不然你很快就会被人家发现了。我们到了那边会有人接应，以后只能跟友康联系，不要打电话给爸爸妈妈，不然会连累他们的。知道了。美瑶，你听好，千万不要 check in，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，想办法离开机场，快点。是，严先生。没有了。严先生说我们已经被人家盯上，你现在不要慌，你假装肚子痛要去上厕所，然后你从厕所的窗口逃出去。哦。
黄专员，你大驾光临，到底什么事啊？不好意思，严先生，江浩奇他已经招供，爆炸事件你儿子也是有份参与。这张是搜查令，我们要逮捕他归案。上。是。黄专员，会不会是搞错了？怎么会呢，严太太？如果严行他是无辜的，刚才为什么他要在机场拒捕？他去机场干什么？出国吗？你们两位不要在这里演戏了。严太太，你跟我保证过，如果这里有人牵涉到爆炸事件，你一定不会偏袒他的。没想到你根本是在这里故弄玄虚。就凭江浩奇的口供，就能够判断我儿子有罪吗？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？江浩奇没有诬赖你儿子的动机。严行如果是清白的，他为什么要逃出珊瑚岛？严先生，你作何解释？那严行他自己那么一逃，就把自己变成了通缉犯。任何警察看到他，都有权拿枪追捕他的。我真的不敢担保他的安全。你这算是威胁吗？哎，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哦。报告专员，都搜查过了，找不到严星。如果要让你的儿子平安无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叫他尽快自首，要不然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的。黄专员，你刚才不是说我儿子想在机场潜逃吗？他一定会逃到家里来向我求救，不如我们大家在这里等他回来好了。你想让你的儿子有更多的时间逃亡吗？我们的办事效率一向来都是很高的。走。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如果告诉你的话，你会让小新走吗？他现在是犯法，你要让他一走了之吗？启芳，我真的不忍心让小新去坐牢啊！我知道这么做你会很生气，启芳，我真的不忍心让小新失去自由啊！那他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你要再帮他逃脱，暂时没有他的消息。有他消息通知我，我要他去自首。启芳，你不要一次一次的姑息他，你会害死他的。如果小新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为你试问，你还心软？我不想下次见到儿子的时候，他已经变成一具尸体。严飞夫妇不见了儿子，心里一定很着急。你有派人去找吗？警方也没有消息吗？我这个人一向来公事公办，你休想在我嘴巴里面掏出什么口风。那我是严家的人，你也休想从我口中探出什么消息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忽然间会跟严兴同时出国的？严先生吩咐我护送他去澳洲读书的。是回去念书还是去逃亡？那么巧 ，CID 要捉他的时候，你们就分开逃走。我并没有逃走啊，当时严先生打电话吩咐我帮小新换钱，我才走开的。之后他发生什么事，我完全不知道。严兴他现在可是通缉犯，你这样包庇他，就会有同谋的嫌疑。当时我跟他在机场check in的时候，他好像还不是通缉犯。难道我跟他一起出国也会有罪吗？总之，以后严兴的事你最好不要插手。我可当你是好朋友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受到牵连。你到底想暗示我些什么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严飞他会不择手段救自己的儿子，而你又是他的得力助手，他一定会要你帮严兴的。你有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后果？严先生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任何人的。
我想你不太了解他。你真的对严家那么有感情？严先生待我如女儿一样，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你一直替他说话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是个拐弯抹角的人，谁对我好，我就对他好。你真的不怕被拖下水？我本来就是在水中，我跟严家不是一般的感情，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想严先生不会叫我做犯法的事，专员你就不用替我担心了。小新从机场逃走的事，你一点也不知道吗？那他逃去哪里？你知不知道呢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那有他的消息，马上通知我。我先出去了。你说他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假的不知道？阿飞，如果真的要封锁消息的话，是没有人敢跟我说的。大姐，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只有寄望在小童身上，你帮我多留意他，小新可能会跟他联络的。小新，小新，小童，你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这里吧？爸爸已经安排我从水路离开，先驾快艇去公海，再转上大船。那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？我不知道。我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见你最后一面。小新，不如你去自首吧。你为什么跟我妈的想法一样？我要是自首就得坐牢，我不想受罪。可是你一辈子躲躲藏藏，不也是受罪吗？小童说的对，你快点去自首吧。小童，你出卖我！小新，小童并不知道，是我们跟踪他的。小新，你不能一错再错了，你快点去自首吧。你真的想给警察打死吗？不，妈，我不要坐牢。你听我说，跟我去自首吧，小新。媳妇，让他走吧。爸，你们既然串通好来骗我，你不是告诉我有小新的消息一定告诉我的吗？为什么还要瞒着我呢？媳妇，我真的不忍心让小新去坐牢哦。你以为你在帮他吗？你根本是在害他。他如果现在逃走的话，永远都是通缉犯啊！是啊，飞哥，大姐说的对，就让他去自首吧。媳妇，如果小新坐牢的话，他会被折磨死的。他一定要跟我去自首。我不想我儿子一辈子躲躲藏藏的，抬不起头见人啊！妈，你就让我走吧。见义勇苦，你也尝过，我不想像你一样受一样的苦。小新，妈妈能挨过，你也一样能挨过。过了几年之后出来，还不是可以重新做人吗？齐芳，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你看，现在罗生峰现在对付我们，如果小新坐牢的话，一定会没命出来的。你不想看到他的尸体吧？妈，爸说的没错，我要是坐牢，就一定没命再见你了。你忍心看我这样子吗？你就让我走吧。小新，你不能走！齐芳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新，放开我！小新，你回来！小新，小新，小新，你不要走！小新，你回来！小新，你回来！快去找船！好。严先生，对不起，你们暂时不能够离开这里，一切由水警处理。前面的船，快停下来！严星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快停下来！快停下来！
心呢？黄宗爷，小新呢？你们的儿子刚才拒捕掉进了海里，恐怕现在已经遇难。不可能的，小新不可能这样就死的，我要去找他。妈咪，你冷静点，严先生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，但是你叫我说严心逃亡，我必须逮捕你。不关他们的事，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他们来这里是想阻止小新潜逃的。我向警方自首。陈总督察，你不是来抓嫌疑犯的吗？你们走，我找陈医师保释他。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绝世好牌？不用费一载，不自在失态。这算不算好？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。也许根本划不来，让我珍重笑话。